好像这個汽車已經供應不上了。但是我想啊，現在我們這個城市只有公交車是吧？如果說我們去建造地鐵或者火車的話，這個人數達不到，才8000人。那麼今天我們再增加一些居民啊，把這個居民區蓋在這個位置。哎，那麼蓋房子之前，咱們先把這個空地給利用起來啊。你比如說，我們按照地形的話，這個道路它現在最高能夠沿在這兒。然後通過下方呢，咱們先把它給擴起来。擴起來以後啊，差不多這裡可以增加1000左右的人口。然後這個範圍，不要問我為什麼變成格子城。咱們先把這3個這個太陽能板啊，太陽能板放在一個不礙事的地方，它基本上供應着我們這個地區1000多人口用電的問題啊。再把它稍微複製一點，3個好像不太夠用啊。至於剛才畫的這些道路呢，我們可以直接去增加高密度的住宅區。哎，這位置怎麼回事啊？好像是地形的問題啊。我們旁邊有一些娛樂設施，所以這些房子在升級的話也會很快的。咱們可以稍微把遊戲加速一點。繼續擴建的話，前方有一個山頭，我們在盡量不動地形的情況下，可以在這兒去掏一條隧道。看一下，建造費用960。哎，這個隧道還算是比較平整啊。然後我們把這條隧道掏過去以後啊，先切到地下。建設費用21600。我們現在城市只剩下8萬塊錢了。把這條路建設好了以後，基本上城市就會破產了。然後從這個位置先把它掏出來。我們盡量在這個地面呢去做一個直線，拉在這兒。未來還要考慮一下其他的位置發展啊。哎，這邊怎麼缺水了？供水不足。我們這個城市在最開始的時候好像建設的只有一個水塔，然後這邊的水源也沒有連接。有同學說我們山上的這個水坑只捕魚的話是不是有點浪費啊？那麼我們可以在這個旁邊呢去增加幾個抽水站，建造費用2500。本來這空地就是有限的，我們就不用再為他們單獨去建設這個水廠了。那麼城市用水呢，現在也沒有問題了。我們繼續來到這個位置啊。剛才我記得在下方好像為他們蓋了一點房子啊，可以讓它起來。那麼我們還可以在這個範圍去畫一個分區，去檢查一下這邊的人口。向陽公園人口2125，如果照這樣發展的話，這個位置5000，這個位置10000，上方不，好像也差不多。來，咱們繼續來把這個地形給平整一下。平整，刷子大小再調大一點。這個地方作為峽谷的話，它現在已經大概有了初始的樣子。等後期如果心情好的話，我們可以慢慢的造景。现在可以先做經營啊，檢查一下這塊啊，這塊現在樹木好像有點不是太整潔啊，不過無所謂了，我們現在以發展人口為主要目的。在這個護岸的旁邊呢，先拉一條2車道的公路。根據這個地形，我們可以這樣去拉直線，它其實也是格子城的一種做法。哎，我去，這個直線好像看起來啊，和上方有點不是太垂直了，是吧？那麼我們可以以這條路為參考，通過這個隧道出口直接把它拉下來，然後以90度這樣去連接啊，這樣好多了啊。那麼其他的位置我稍微快進一點啊，因為這個修路是非常枯燥的一個過程，現在也沒有修高速。因為我們在每個地圖裡面去把所有的道路都畫成直線以後，可能從視覺上看起來會有點疲勞，所以呢，在這裡啊，簡單的留一個位置，我們去打一點造型，比如說發展一個自然的小公園什麼的。但有同學說這個地方看起來也不自然啊，是的，我們只需要用這個地形工具，然後把這裡呢稍微降一點點，比如說現在它的高度是252，哇，這有點不是太吉利。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這個高度一直是250左右，我們把它降到230。讓這個地形高低差異不要那麼明顯，稍微有一點點就行了。
差不多是這個範圍的，然後再把中間的樹給砍掉啊，我們就可以放置水源了。砍樹，砍樹小王子啊，留几棵還是可以的。我们可以在中间的空地去发展一些公共交通。现在先把这个水源给灌满，灌满了以后，我们再蓋房子就可以多賣點錢了。打開這個水源的選項啊，跟昨天的操作是一樣的，我們只需要把它調到 0.01 或者更小一點。隨着水源的增加呢，我們可以再把這個水源稍微降一點點啊。那麼一個小型的自然湖就可以形成了。可以啊，就這樣吧，就這個樣子吧。沒有學會的同學可以把我的視頻再看一下啊，順便幫我點個讚。那麼這個水源的旁邊啊，我們看一下，把這個停車位放在哪兒？因為這個遊戲裡面的停車位呢，它自帶了有一部分娛樂值，我們放這了以後，它可以增加一下附近的地價，那麼旁邊的房子就可以升級了，搬進來更多的人口，為我們增加更多的稅收。耶！這個停車位我們選擇一個娛樂值50的，手動去放置，兩邊都來一點點，慢慢把這裡打造成一個度假的地方啊。至於停車位的旁邊，咱們就來一點小花壇。之前都是拉一些圍欄啊，但是發現這個圍欄雖然挺真實的，但是它不好看。這樣圈起來，再種點小花。有的時候感覺太對稱的話，反而有點不是太好看。至於左邊這個空地呢，咱們再選擇一個人行道。最終要讓我們這個公園和樓房看起來要稍微錯亂一點。哎，這個道路怎麼是這個顏色的？就這樣吧。隨便畫了一點點以後，咱看一下這裡怎麼回事？犯罪率過高。上周的訪客量2。已經有乘客來到這個位置了，然後呢，我們的警車來了以後啊，這個停車場的犯罪行為是沒有了。具體他是怎麼犯罪的，我也不清楚。鑑於現在我們沒有新的人口需求，那麼我們可以打開這個獨特建築啊，因為現在這個城市一個高樓還沒有放置，在旁邊可以先為它來一個隕石雕像，然後我們在湖邊先放置一個稍微高一點的，讓它作為一個地標的存在。旁邊可以來一個小型的。這裡的環境可以慢慢的去打理，這樣放置的目的啊，是為了讓這些建築的電源可以盡快的去連接在一起啊。檢查一下，這邊好像還少一個建築是吧？啊，是的，在這裡去放置一個小型一點的高樓。這兩個高樓在我們晚上開了夜景以後，它是有燈光的。那麼現在就可以先不跟大家展示了。我新的水泥地模組還沒有訂閱啊，這個地方也不方便過多的打理，我們就先今天讓這裡正常運營起來。我們這樣放置了以後啊，這個旁邊的小區現在房子基本上都已經升到3級了，還有一些房子他們正在升級的一個過程，這就是娛樂值為我們這個房子帶來的一個好處。當然，我們這個公共交通就更加的不夠用了。本來說今天去解決一下這公共交通的問題啊，想一下啊，我們要不要直接在旁邊去放置一個單軌列車什麼的？在我們的這個山地不太方便去建設地鐵，那麼現在我們去打開這個公共交通的選項，找一下這個單軌列車。需要放置一個小型一點的，直接把它放在停車位的對面。先把這個位置給佔領起來，等後續我們旁邊去蓋了新房子以後，再把這個單軌列車給通車了。現在咱們可以打開這個自定義的建築，找一些房子可以統一一點的，可放置的、可生長的高密度住宅區，4×4。比如說從這個位置啊，右邊留一點空地，在後期可以方便我們去打理更多的環境。然後每個房子中間留2格。這個地圖場地有限，就不再做小區了。OK， 等它蓋起來以後啊，後排我們可以再放一些比它稍微高一點的，方便我們後排的房子他們都可以看到一個湖景。OK， 我們來換個角度來看一眼。哎，稍微順眼多了啊。另外在旁邊呢，我們後續為他們解決工作，可以把寫字樓蓋在這兒，一層更比一層高。
剩下的就是去裝飾一下这些人工湖了。如果說有现成的那些建筑呢，我們直接放置就行了。你比如说这个冬季垂钓码头，必须得临近海建啊，建造費用1萬塊。就這個碼頭，它現在無可進入的道路，我們只需要在旁邊把這個道路去延長一點就行了。OK， 現在我們的人口已經8700了。那麼咱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公共交通的問題啊。哇，這裡還是這麼多人啊！加上我們剛才為他們蓋了幾個房子以後啊，有一部分市民他們是從我們人工湖那個方向過來的啊。我們可以觀察一下，這麼多人，那麼他們都要上山，這該怎麼辦呢？我們現在如果說讓這個火車通車的話，有點不是太方便啊。哎，這個地方着火了，哎，我們抓緊時間為它建設一個消防局。我們這個城市現在只有一個消防局在我們的身上，那麼他們來這個位置的話，肯定有點不是太方便，直接把它放在這兒，放在着火的對面，咱們正好觀察一下。然後這個消防車出動的話，它只需要走50米就可以把這個火給滅掉了。已啟用消防車數量0。哎，我們山上的消防車過來了。剛才去放置消防站放置的有點晚了，還好啊，這個火現在被滅掉了。